拜登有没有说过中国不应该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？恐怕这次又是国内的媒体集体替拜登吹了一把牛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前几天呢，在这个微信群里边逛在一个群里边看到一个新闻，这个新闻标题说呢，是拜登称中国不应该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。一看这个标题就觉得拜登很霸道，很搓火呀。但是仔细一想，不对吧？这个拜登怎么这么二，那么幼稚啊？然后我再看原文，果然拜登的原话跟这标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原话是什么呢？拜登说的是，我们将专注于确保民主国家市场，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。然后才说到了，以便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拜登要个号召在民主国家重新开荒之后能够培养出一个大市场，让美国等国家的产品有了新的这么一个市场，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嘛，这样就可以能够躲着点中国，我的产品不见得非卖中国不可了，我可以跟你这切割了，可以这个脱钩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带着中国，自己要画个小圈子，在小圈子里边呢定个规则，不带中国玩了。相当于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，但这个圈圈是把美国自己和盟国划进去了，中国在圈外。所以这段话你要仔细去琢磨，体现出的不是美国的那种豪横，恰恰是美国的无奈和幻想。你让拜登怎么去确保一个民主国家市场？怎么确保首先你要找到一堆所谓的这个民主国家，这些国家要有足够的人口。那好，你找人口，我们看看谁的人口多。民主国家里边，美国要不要试试看继续开发印度市场呢？我们看看印度的老百姓能有多少购买力，能够帮助美国解决逆差问题。你美国可以把这样的商品放到印度看看，你瞧印度人用什么支付？用牛尿吗？而且呢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躲不开中国市场的问题了。原来整天嚷嚷的是打击中国制造，现在中国制造你就不好打，你怎么打击啊？原来的计划是什么？先通过制裁，通过增加税率，把制造业呢从中国挤出去，送到东南亚。现在可倒好了，印度人在自个儿家里培养出一大堆的这个新冠病毒出来，一堆新的变异出来，然后这个变异呢送到东南亚，送到台湾，送到日本。除了中国大陆有很强的能力，有阻止传播的决心，其他地方谁躲得过去啊？所以你看，东南亚整个是要沦陷的。你要是零售商，你在印度订货，你放心呐；你要是制造商，你在印度办厂，你不哭死啊？所以这么多订单是离开东南亚，要回到中国来了。那么现在中国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你要增税不是吗？你要多印美元不是吗？以前这么干的话呢，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，那价格可就贵了，因为人民币跟美元的比值变了，人民币价格更高了，一出去就显贵了。那么过去我们就是被迫接受通货膨胀，让人民币再贬值一些，我们的价格呢就能降下来，维持一下市场占有率嘛，维持一下销路嘛。现在可不是了，我还就不讲价了。你原料涨价，那我产品也涨价。你加税不是吗？我就把税放到价格里边再卖出去，你还别嫌贵，我这还忙不过来呢，不缺你一个订单，爱买不买。所以你现在看看，拜登哪儿有本事扭转乾坤呢？还说不允许中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，谈得上允许不允许吗？我有货你要买，你出价低了我不卖，这就是规则，有什么可制定的？但是呢，这次我们的媒体很有意思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清一色写成拜登声称中国不应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，或者有的媒体干脆写成了拜登不允许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。拜登真没这个本事，也没这个胆儿啊！我们媒体这些标题都是在替拜登撑腰吹牛。当然了，估计媒体的编辑们恐怕也不见得真有这个目的，也不是真想吹牛。只不过我们一搜索，我会发现这个话题标题各媒体上是完全一样的，不仅标题一样，文字内容、标点符号恐怕都不带差的吧？为什么都千篇一律啊？为什么标题都写成这样？为什么文字和标题都不相符啊？能理解，毕竟这种标题特别扎眼，是吧？那好，你抄我抄，大家抄吧。好，关于拜登的话到底是说明了什么问题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